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啊。这是一句非常有启发性的禅宗公案不但有深刻的禅意跟哲理也常常被用来比喻如何将有限的个人的力量善心或资源呢，把它发挥的更大的价值有人问禅师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呢？禅师回答：把它滴进大海里。短短的一句话呢，却是蕴藏的人生大道理。一滴水如果单独存在太阳下面太阳底下，很快就会蒸发掉。尤其是把它滴入那种很热的铁板上那更是马上消失不见了。那正言上人就经常以这样的道理呢，来比喻呢，帮助人就不能如一滴水滴入铁板上这样就会如蜻蜓点水般没有感觉并且很快就会消失掉了。所以帮助人也是要让被帮的人有感觉简单讲就是发放金不能发得太寒酸要发的让人家有感觉。那这个就是同理心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到对的事情大胆坚持去做，善款就会越来越多。那不敢发心去做或格局很小的做，善款也不会增加并且说呢，对自己所修的法要有信心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既然开饭店，就不要怕人家大吃了这句开示清楚点醒我们既然发心要去帮助别人则慈悲中也要蕴藏的智慧这是因为呢，有一些志工的据点那在面对重大的灾难时那都会考量自己据点里面的善款不是很多因此呢，量入为出遵节使用善款那造成在发放慰问金给灾民的时候呢，显得有点小气。那正言上人是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而是认为呢，要站在人道救援的立场上去尽力帮助灾民该发多少急难慰问金就发多少不能像一滴水滴在火热的铁板上要发的让灾民有感觉所以不必考量自己的善款够不够，善款不够，我们就向大众慕信慕爱这样行善跟救灾才会做得圆满对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呢，救灾行动是属于中门救灾智慧是属于法脉。那中门是有形，是悲门法脉是无形，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就叫做悲智双运所以救灾不能糊里糊涂的救不只要有慈悲，还要有智慧。因此才说灾区也是修行的道场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的时候呢，上人在中部灾区呢面见了许多前来求助的学校校长。那只要需要重建的人就答应他们重建，那一间一间的打勾认领学校那随侍一旁的弟子们看得心惊胆战一直在提醒上人说：上人已经勾了20间了啦，现在已经勾了30间了啦。这样一直勾一直勾，上人总共勾了51间算一算，重建经费超过台币100亿那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那当弟子们大家都在担心这个善款要从哪里来这些钱在哪里那正言上人就不疾不徐的对众开示说道钱都在你们的口袋里了这是一位宗教家站在人道立场上呢，以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悲天悯人精神做应该要做的事情，不会去考虑钱的事情。那经过师父这样的开示之后呢一些荣董委员们大家就凭着说哎呀，师父的愿力就是要救灾民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结果呢获得广大会众们的认同
最后100亿的重建经费也轻易达标了，也因此证言上人很赞叹的说：“台湾无以为宝啊，以爱为宝啊。”那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这100亿的重建经费里面，不管是一滴水的、一桶水的、一车水的，大家全部把这些放进大功德海里面呢，根本分不清哪一滴水是你的，哪一桶水是我的，全部都变成永不干涸的水啦。那再来举一个例子啊，当年证严上人在花莲要盖慈济医院的时候呢，募款非常困难啊，非常艰辛。那好不容易盖好的时候呢，很多委员跟会众们去参观的时候呢，都很感恩的说：“哎呀，这间救人的医院里面有一块砖是我捐的哦。”有人会说：“哎呀，里面有一包水泥是我捐的哦，一条钢筋是我捐的啊，里面什么设备是我捐的里面什么病床是我捐的啊。”那没有机会或来不及捐的人就会说：“哎呀，真想买一盆花放在医院里面啊，这样我也可以跟人家说那一盆花是我捐的啦。”虽然盖好后呢，看不到水泥了嘛，对不对？砖块也看不到，钢筋也看不到了，水当然也看不到了。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变成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啊，所以才说勿因善小而不为啊，勿因恶小而为之啊。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滴水，当我们只想到自己或固执自己的想法或见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像孤立的一滴水一样啊，终究很容易就干枯掉了。然而我们如果愿意放下知见，去除我见那个放下身段，缩小自己，去融入团体啊，那这样很多的一滴水全部滴入大海里，那就会人多力量大，发挥更大的力量啊。那我们也可以把如何让一滴水不干的道理呢延伸去探讨如何让心田不干呢？那我们的心田也像一块田地一样啊，叫做心田如果要让这个心田不干旱，就要随时以法水去灌溉啊。农田需要雨水灌溉嘛，那心田就需要法水来滋润啊。心田欠法水会造成心灵干枯，而心肝软吞吞呐。那农田欠雨水，这个田地就会怎么样？打扣扣，顶扣扣，就没办法播种了啦。上周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心田欠法水，心地会干旱嘛，也是在讲同样的道理啊。但是上一集跟这一集是以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所以内容也不太一样啊。各位可以把这2集合起来一起看呢，那体会会更多了哈。那这是讲如何让心田不干呢？那我们也可以再来探讨另外一个道理，如何让皮肤不干呢？对，那这个是从佛学跟哲学跳到实用生活的转化，叫做佛法生活化啦。年纪大了就会感到皮肤缺水而干燥啊，皮肤很干啊，这是自然的现象嘛。所以皮肤也要保湿啊，不保湿就会干啊，或者保湿做的不彻底也会干啊。那人的皮肤会因为环境、气候或者年纪而变得干燥吗？同理，我们的心也会因烦恼跟老态、观念老态啦而枯竭嘛。所以每天的阅读啦、静思啦、行善、精进、共修等等，这些就好像是在皮肤上擦乳液啦，或喝水补充水分啦。但这些都不是一次就有效，而是长期的功课要累积跟持续呢才会看到效果啦。那要让皮肤不干，就要有保湿的智慧；要让心地不干，就要有闻法行善布施的智慧；要让一滴水不干就要有将一滴水滴入大海的智慧大家应该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大太阳底下晒太久皮肤会晒干，不是吗？晒黑晒干嘛。那这种外在的干呢，会让我们的皮肤脱皮那内在的干会让我们的心灵枯竭
那不管外在或内在呢，都需要靠水来滋润啊。外在的叫做水，内在的叫做法。而真正能让它永不干的方法是学习让自己的小我成为大我的一部分啦，融入团体啦，也不求自己保湿，而是成为滋润别人的水源呐。所以皮肤也好，农田也好，心地也好，每天都要做好保湿的工作，也就是让雨水灌溉农田呐，让法水灌溉心田呐。这样心地风光，才会因为风调雨顺而岁岁年年的那脸皮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湿甚至重要过擦面霜脸如果没有保湿而太干燥很容易出现皱纹对，就好像土地太干旱会出现皲裂道理是一样的也因此一般人尤其是女生洗完脸之后也要不止擦面霜，还要擦面霜保湿还要什么？还要敷脸。那为的就是什么？不让脸部的肌肤干燥而产生皱纹那这样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会那个容光焕发嘛，精神饱满嘛。那严格讲呢，这也是一种形象管理只要不是很刻意或太过头了。都算是无伤大雅了。那这个跟修行也不相违背修行也是要相好，才会让人家看得起欢喜心嘛，不是吗？对如果说学佛之后，这个仪容反而邋里邋遢了，蓬头垢面了，无精打采了，这样形象不好，就很难去说服别人也来学佛了，变成度化众生的力道不够，没有说服力这个就好比是什么？自己身体多病，体弱多病，却要向人家推销健康食品，你想想看，有人会跟他买吗？是吗？对，所以想要得到相好相好的面相好的果只靠外表的保养保湿还不就近呢。要相好，就要从内心去下功夫是内求而不是外求因为相由心生，不是吗？所以最就近的做法是什么？修忍辱啦。因为佛法告诉我们修忍辱会得相好的果啦。能够堪忍的人，他不会发脾气脾气一发就是短暂的发疯，那发疯的脸色怎么会好看？不过有些人虽然是不太会发脾气但是心事重重，烦恼满心这样面相也不会多好看台湾话说敏忧敏感对，那这个也是属于相由心生。同理心里很烦躁的人写出来的字也会很潦草，那这个是自由心生从字都看得出来早年慈济草创的时候呢，证严上人号召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钱中省下5毛钱投入竹筒，从刚开始区的30人到300人、3万人到300万人人人都这样做，那就像一滴滴的水流入大海汇聚成为慈济今日庞大的志业之粮那这一点一滴的心意呢，最后成就了医院学校并用在许多海内外赈灾的这个救济中其实这个就是一滴水滴入大海的具体的实践跟印证。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因为众人团结就不再枯竭了，反而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爱的泉源一滴水是象征个体的自我为中心的我执我见，那大海呢是象征什么？整体的无我无或小我这是禅的境界了。没有你，没有我，就有一个团体如果我们执着自我或自觉于人群之外，那这个我就会像一滴水一样，很快就干枯掉了，消失掉了。
所以把一滴水滴入大海，不只是保住它的存在啊，更是让它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这个转变，也就是从小水滴到大海洋的转变啊。水会干枯是因为孤立嘛，如果把它投入善的这个大爱的循环里面呢，它就有了永续的生命力的。同样的道理啊，人也不能自闭或孤立自己啊，也是要投入人群中啊，这样才能够永续嘛。有些人处在风烛残年之际啊，或在病苦缠身之时啊，看似无用然而只要有心，还是可以让自己的一滴水不干，而无用变大用修出了马也变英雄啊！甚至从苦难的众生呢，变成人间的活菩萨这个在慈济的志工里面太多这种例子。那我们举例来讲，台湾新庄的乐生疗养院以前曾经住着许多的麻风病友他们常年被社会误解跟隔离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心中呢充满着慈悲以前慈济志工前往这个乐生疗养院推动竹筒岁月的时候呢，这些病友们呢，用他变形的手指把一块一块的零钱塞进这个竹筒里面每天省下几块钱也可以救人小钱也可以行大善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一滴水放进了功德海里面成为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那这些病人虽然身体受限受限制但他们那份布施的心却是清净、真诚跟庄严的虽然这种病是很苦啦这个不被社会接受嘛那好像是处在人间的现象地狱一样然而心却是在超越人间的天堂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人间活菩萨嘛。30多年前，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位麻风病友我们以前有提过他的一只腿因为麻风病而截肢的一个是截到这个关节膝盖这里一个是截到脚踝，两只都截肢，两边都截肢，一个长一个短所以他走路必须拄着2个拐杖由于长期以来他受到慈济人的关怀跟陪伴他想要感恩图报却无以为报只好就举步维艰的这个情况下2只拐杖这样子架着去路上去回收资源呢回收的这个破铜烂铁瓶瓶罐罐就放在他的简陋的小屋子里面他抽回来以后放在屋子里面，再有慈济志工呢去帮他收集分类，那每个月得到台币区100-200块而已非常小的钱，但是全部捐给慈济做善款金额虽小，但是意义重大这个也是一滴水滴入大海所以刚刚讲乐生疗养院也好，是马来西亚这个麻风病人也好，他们每一个人的一滴水并没有干枯掉或消失掉，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却没有空掉，而是空而不空是真空，那是妙有所以佛法讲无我，并不是叫我们消失自己不是把自己消失掉，而是叫我们放下狭隘的自我。佛家不是常常讲吗？诸法皆空或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空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一切的现象、事物、感觉、思考等等这些有为法，是如梦幻泡影都不会独立存在的都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所以空并不等于无，空并不是虚无，空是指没有固定性，不是永远不变的，随时会变的，所以叫做无自性道理有一点深但我们举例来讲，大家就很清楚了例如花不可能永恒存在嘛，对，没有一种花是永远不会灭掉的不会枯掉的除非是塑胶花了所以花不可能永远存在，它是种子、阳光、空气跟水
等等的因缘条件具足了，才会开花嘛。那这些条件如果没有了，离开了，这些助缘没有了，那花就枯掉了嘛，也就没有花了嘛。人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不是没有花，而是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是生生灭灭的。同理啊，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长生不老或不死的人啊。这就是刚刚讲的无自性生生灭灭了。那正言上人也是利用空的道理来提醒我们了。所以正言上人开始说到，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让我们的心清净无染，不被贪嗔痴绑住。所以要放下心胸，才能容纳万象叫做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啦。那以上这一段是重点解释空的道理的同样的道理呢，一滴水也可以保持空，而关键就在于必须将这一滴水呢滴入大海里面才会是永不干枯的一滴水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后面一个问号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